Hello， 大家好，我是 Chloe。最近 AI 圈在继 Harness Engineering 之后，又炸出了一个新词 Loop Engineering。事情是这样的 ，Claude 的核心负责人 Boris Cherny 在今年6月2号的访谈里表示，我现在已经不写 prompt 了，而是写 loop， 通过 loop 来指示 Claude 的工作。这个访谈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起广泛的讨论。小龙虾 OpenClaw 的创始人 Peter Steiberger 也马上跳出来表示，我们不应该再写 prompt， 而是应该设计 loop 来指示 agent 工作。接着，很多 AI 圈的大佬，比如吴恩达、谷歌 Cloud 的负责人 ID Osmani 也纷纷跟进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Loop Engineering。相信写过代码的同学对 loop 不会感到陌生。简单来说 ，loop 就是一套会反复执行的流程，直到达到某个目标或者触发停止的条件。Loop Engineering 不是写一个更长的 prompt 提示词，而是把你手动指挥 agent 的过程变成一个自动运行的循环系统。比如以前你用 Claude Code， 是你一句一句的告诉他去修这个 bug， 跑一下测试，再检查一下。这个过程其实已经是一个 loop， 只不过控制这个 loop 的人是你。所以 Loop Engineering 的思路是，你设置一个系统，让它自己去发现问题、分配任务、执行检查并记录结果，然后决定是否继续。在 AI 发展的早期，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提示词 prompt， 就是如何给 AI 下指令。后来我们又发现另一个重点 context， 背景，就是模型应该看到什么。再后来我们又强调 harness， 支撑 agent 系统稳定运行的工作环境。再到现在的 loop， 这一整套 agent 系统如何自主持续的运转。Loop Engineering 不是替代了它们，而是一层包着一层，是 agent 工程化继续往外扩展的一层。以前你想写这种 loop， 可能得自己写一堆自动化脚本，把任务触发、跑测试、检查结果这些流程串起来，而且还需要自己手动维护。但现在不一样了， Claude Code 和 Codex 这些 coding agent 的产品已经开始把 loop 需要的组件内置进去，你不需要纠结选哪个，因为不管哪个工具里这个 loop 都能跑。谷歌 Cloud 的工程负责人 ID Osmani 在 Loop Engineering 这篇文章里总结了 loop 的5个关键部分。第一个是 automation， 自动触发，这决定了 loop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 loop 循环。比如每天早上自动扫一遍 GitHub， 或者 CI 失败以后自动检查一次。没有自动触发，它就只是你手动跑了一次任务，不是真正的 loop。第二个是 work tree， 隔离执行环境。如果你让多个 agent 同时改代码，他们很容易互相打架。work tree 的作用就是让每个 agent 在自己的独立分支、独立目录里工作，避免一个 agent 把另一个 agent 的改动覆盖掉。第三个就是 skills， 项目知识，也就是把项目里的规则、测试命令、代码风格等要求都写下来，否则 agent 每次都像新来的实习生一样从零开始猜你的项目。skill 的价值就是让这些经验可以复用。第四个是 plugins 和 connectors， 连接真实工具。一个只能看文件系统的 agent 能力有限，通过 connectors， 它可以连 GitHub、数据库、测试环境等等，这样 loop 才不会光说不做，而是真的帮你去执行。第5个 sub agents 用来分工和检查。最常见的是一个 agent 负责探索，一个负责实现，一个负责验证。重点是负责写的 agent 和检查的 agent 最好分开，因为同一个 agent 很容易对自己的结果太宽容，换一个 agent 来检查才更容易发现问题。最后还需要一个 memory 或 state， 它可以是一个 MD 文件，也可以是 linear 任务版。它要存在于你和 AI 的单次对话之外，用来记录做过什么，失败过什么，下一步是什么。因为 agent 的对话会结束， context 会满，项目状态会丢，所以要另外的保存。agent 会忘记，但是你的代码库不会。以上这5个组件在 Codex、Claude Code 都有基本的对应内置能力，你不需要从零搭建，可以直接的调用或简单配置。除了 ID Osmani，AI 圈的大佬吴恩达也紧接着发表了自己对 Loop Engineering 的看法。他提到 Loop Engineering 这个词之所以火，是因为 Boris Cherny 和 Peter Steiberger 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传开了，但他更关心的是这些 loop 到底如何帮助我们更好的做产品。他提出可以把一个从0到1产品的过程分成3个 loop。第一个是 agentic coding loop， 写代码的 loop。
也就是给 coding agent 一个产品需求，让他自己根据需求写代码、测试、修 bug， 最好再给他一些测试的标准，让他可以持续迭代。这个 loop 很快，可能几分钟就可以跑一轮。第二个是 developer feedback loop， 反馈的 loop， 也就是工程师看 agent 做出来的产品，再给他反馈，这个功能要不要改， UI 哪里不对，用户流程是否需要调整。以前我们很多时间都在帮 agent 找 bug， 现在 agent 的自测能力变强以后，工程师可以更多的去做产品判断。第三个是 external feedback loop， 外部反馈的 loop， 也就是来自真实用户、测试数据、生产环境、市场反馈的 loop。因为产品不是代码能跑就够了，还需要看真实用户到底怎么用，哪里卡住，什么功能真的有价值。最后 Aidy 在文章也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Loop 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但并没有把我们从工作中移除。一个 Loop 跑得越顺，风险反而更明显，验证还是需要人来负责。如果你不读它生成的代码，你对项目的理解就会越来越弱。同一个 Loop 放在不同人的手里，结果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最危险的是 cognitive surrender， 认知放弃，也就是你开始不再判断，直接把 AI 的输出当成自己的输出。所以 Aidy 最后强调 build a loop， stay the engineer， 也就是说 loop 只是改变工作模式，但不会替你承担工程责任。 AI 系统可以自动跑，但结果还要人负责。验证结果、控制风险、判断质量，仍然是属于工程师的责任。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